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支票是美股的新豪博雅这也是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想来看看当前这个位置是处于中长期的调整的什么样一个位置，是否属于筑底的一部分，那后期整体向上的空间有多大，我们中短期想要参与需要等待什么样一个结构或什么样一个位置。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频道。本频道通过波浪理论解盘看形态日入场，在以往大家提供的这些标的当中，我们除了会提示机会，也会提示风险。因为市场是一个双向的市场啊，并不是说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看涨，它一定会涨或者是怎么样。那今天是新的一周开始，那我们首先回顾一下8月第3周，8月18号到8月22号当中，我们当时通过分析大家提供的这些标的当中找到的一些机会。那么当时那一周整体走势票当中看涨达标的有8月18号的港股福博集团以及这个8月20号我们会员约稿的港股的汇量科技和港股北京控股。那当时看跌的品种有8月18号这个港股 IGG 还有这个港股的，还有数字货币的比特币，以及这个8月21号咱们社群约稿的这个港股招眼新药。所以说在之前的视频大家都能看到，我们除了会提示看涨的机会，同时也会告诉大家这支票可能是处于某一个风险阶段，所以要暂时回避。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归正题。那首先我们还是要从月线图当中去梳理它整体的一个结构。第一波整体的上涨是始于09年的2月份，一直涨到了14年的3月份。这一波走势是一个比较变异的引导楔形，1、2、3、4、5它并不是常规收敛形态的引导楔形反而是一个扩散形态的引导楔形。那么走完这个引导楔形的5浪推动形态之后，市场从相对的高位是迎来了中期的调整，基本上是回落到前期的底部区域了，而且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里的调整我们暂时把它当成一个3波走势的形态来看待那既然下跌的调整结束了，那后面市场要么迎来反弹，要么迎来反转，这也是我们之前老生常谈的一句话。那首先我们还画一下黄金分割，来看一下从相对的低位 4.06 美元开始向上的第一轮反弹，它是触及到 0.236 的位置，大致是位于14美元左右14美元左右。这波走势结束之后，市场再次迎来了向下的调整走势，那当前应该是处于第二轮反弹上行的阶段。那接下来我们就是通过黄金分割或者通过次级别的结构，我们来看看当前的第二轮反弹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那通过周线图，我们就来先研判一下整体的一个走势。周线图整体的走势，从 4.06 美元第一轮的反弹，它是触及到了 0.236 的位置。那么整体走势它是呈现一个5波的推动形态。那在这个5波推动形态结束之后又出现了这个周线级别的一个3波回撤。通过这样的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后期如果是反弹，它就是一个535的锯齿535的锯齿。此处的定义那分别就是应该是 A 回撤的 B 以及当前我们所处的位置 C。 如果是反转，那 A 浪就会替换成1浪，然后 B 浪会替换成2浪， C 浪会替换成3浪。后期这个 C 浪或3浪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幅度， C 浪的幅度肯定是没有3浪的幅度走的那么远幅度那么大。好，当前我们已经确认我们处于这个 C 浪或3浪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因为刚才也说过，后期整体走势是535的锯齿。从当前这波短期的幅度来看的话，它应该仅仅可能是完成了上涨或反弹走势的第一波因为它也是一个小5浪的形态。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黄金分割。通过黄金分割来看整体目前反弹上行走势它是介于 50% 和618之间，上方有一个关键的压力位在 10.60 10.70 附近，也就是说此处有可能会出现短期的调整，后期整体走势可能会按照之前蓝色段的预期
先运行一个 C1， 向下有一个 C2 啊，再向上有 C3、C4、C5， 或者替换完就是31、32、33、34、35。那么整体走势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向上运行。所以近期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应该等一下，等待这个蓝色段的子浪2的这个结构出现之后，我们才可以再次布局。因为刚才说过，按照紫色段的这种次级别走势来看，小级别当中是出现了5浪推动，并且上方面临着有 10.70 或者说再强一点 12.10 美元，都有可能成为这个 C 浪1或者3浪1的结束点。想要波段操作，只能等待后期这个 C 浪2或3浪2出现之后，我们才能参与。当前这个位置直接去追的话，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大，你的防守位置很难去设置，很难去放，导致的最后一个结果就是你的盈亏比不一定非常合适。这就是目前整体大结构的一些看法。因为每天咱们都在更新很多的票啊，大家也知道，我们并不是每一只票都有马上我看完都有机会。其实交易当中有时候等待啊，它也是一个交易规则的或者交易系统的一部分。那再看一下我们周五当时更新的主要有3只，比如国际国内的金价走势对比，比如咱们再次更新的这个优等生计划，美股的 Top 7啊，智文集团，也就是这个陌陌的母公司，还有之前更新的会员的这个地平线机器人。但是这只是更新了3只票。周五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只票，港股的中航科工，是我们会员约稿，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去更新了。那如果大家对我们会员群的里面的东西感兴趣，或者想要获取更多的这种视频的话，可以加我们的 QQ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会员权益和福利。接下来我们再回归正题啊，当前我们已经说过了，目前的调整上涨可能进入到短期的一个阶段，但是此处短线向上的空间不确定是会在哪一个位置直接停住，所以暂时建议先等待后期这个子浪2的调整出现之后，我们再考虑再次的一个介入。那打比方，假设后期这个 C 浪1或者3浪1这个5波形态，它是在这个 10.70 美元附近结束了，那么后期我们只需要拉取这一波整体的高低点的黄金分割。那后期下方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 50% 到618这个位置。这里来看潜在的位置是位于 7.60 到 6.80 美元这个区域，这就是可能后期潜在的下方的目标价格区间支撑。那第二步就是等待回落到这个位置出现底分型十字星，我们才可以考虑再次介入。那当然这里只是一种假设它在 10.70 结束，比如它在12.10 结束，那么我们就拉取整波的黄金分割高低点。那可以看到 50% 到618的这个区间就抬高了，变成 8.30 到 7.40 了。所以说后期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这一波 C 浪1的5浪推动形态，它具体会在哪一个点位结束，到底是 10.70 还是 12.10。 因为刚才我们通过黄金分割的丈量已经大致看到了最近的2个压力位，那么后期我们就要等待市场的选择。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这个美股新豪博雅的最新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那么后期我们也发现到了整体走势向上的预期是在的，但是中短期我们需要等待子浪2的调整出现之后，才具备下一次参与的这个波段上涨机会，而且整体的幅度届时会比较大。因为首先后期整体向上的话，就会突破前期 A 浪或1浪高点，这个位置位于 14.40 美元，这是一个位置。如果连这个位置也突破了，那后期整体我们就需要看到这个月线级别的黄金分割，那可能下一个位置它就会去到月线级别的382的位置，也就是20美元附近。所以当下我们都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等待后期这个回撤之后的波段做多机会。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关于美股新豪博雅的全部的走势结构分析。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